最近网络上好多人都在讨论台湾少子化以及生育率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对于有小孩的我来说啊，其实也可以理解每个人的担忧以及诸多的考量。不过其实对我来说，更长远的忧虑其实是来自于退休制度可能的崩解。劳工的年改呢，一直都是一项很热门的大哉问，但是我觉得要实质讨论潜在问题以前，大家应该还是要先能充分了解既有的制度。所以今天的这支影片呢，我想要简单分享一下劳工现有的退休制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先直接切入重点吧。其实对于劳工来说，退休金可以分成4种的来源，分别是劳退旧制、劳退新制、劳保老年给付以及国民年金。当然啊，由于每一种的退休金制度的法源依据不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时请领这4种退休金的。对于一直持续工作不间断的工作者来说，应该是以劳退新制以及劳保的老年给付为主要的退休金来源。那么以下呢，我就会针对这4种制度，逐一跟大家分享一下请领的资格以及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咯。在此先说明一下，如果你是民国94年7月1日以后才进入职场的工作者，那么其实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了，因为基本上只会适用劳退新制，而没有办法选择适用劳退旧制。如果是在94年7月1号劳退新制上路以前呢，就在同一个事业单位服务至今的劳工，依照劳基法第53条的规定，符合法定要件的时候，就可以向雇主提出自请退休。这个时候，雇主就必须要依照劳基法第55条的规定，在劳工退休之日起30天内给付退休金。除了自请退休之外啊，如果是年满65岁或是因为有身心障碍而不堪胜任工作的劳工，也可能会被雇主强制退休。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保留旧制的退休年资，同样可以请求发给旧制的退休金。旧制退休金的计算标准是要先依照退休前6个月的薪资水准计算出平均工资，法令中啊我们会简称为基数，然后再依照旧制的年资，前15年内每一年发给2个基数，第16年开始呢，每一年发给1个基数。如果有不足1年的年资的话，未满半年的部分则以半年计算，超过半年之后呢，就以1年计算，合并之后最高是以45个基数为限。具体举例来说好了，假如某个劳工是在民国84年3月1日到职，并且任职的行业在当时候就已经适用劳基法的规定了，劳退新制94年上路的时候，也马上就选择转换为新制。这个时候啊，他的旧制年资应该会有10年又4个月的期间。换算为基数的话，就应该要以 10.5 来乘以2计算，共计呢会有21个基数。假如该劳工退休前的平均工资是45000元，那么雇主呢就应该要发给他945000元的旧制退休金了。相较于劳退新制，其实劳退旧制可以领到的退休金是蛮可观的。假如案例中的劳工都没有选择转换为新制，那么等到他退休时领满45个基数，其实是可以领到200多万元的旧制退休金的。如果退休时的平均工资更高的话，可以领到的退休金也会随之提高了。然而啊，旧制退休金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有看得到但是吃不到的情况。试想一家企业要在一名劳工退休的时候，一次拿出好几百万的资金出来，如果又有一次好几名劳工退休的话，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实是很难以负担的。就算现在的法令有明定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的制度，可是实务上因此而发生争议的状况还是不少的。另外，从劳工的立场来说，要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满10年或15年，以现在的劳动市场来说，应该算是相当少数了吧。假如维持劳退旧制的话，将很有可能会导致大部分频繁转换工作的劳工，到了老年的时候也领不到退休金，因此劳退新制才会应运而生。劳退旧制其实还有很多细节跟重点可以补充，像是行业别适用劳基法的时间点转换新制时提前结清年资等等。不过在此我就简单提供一些概念给大家参考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劳退新制的规定吧。为了解决劳退旧制的痛点，劳工退休金条例在94年正式上路。当时还有旧制年资的劳工，有机会可以在5年内选择是否要转换成劳退新制。转换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是否要提前结清年资。当然每个选择都是有好有坏的，需要视个人的条件以及公司当时候的营运展望而定。但是如果我们看劳动部94年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得出来，有60%以上的劳工还是选择转换成了劳退新制。主要考量的重点就是工作年资不中断以及一定领得到退休金等等的因素。
换句话说啊，劳退新制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于雇主每个月都在跟你结清退休金。在职场工作的人应该都听过，雇主每个月会额外提缴6% 的退休金吧？每个月提缴的这笔钱呢，会缴入到劳保局管理的个人退休金专户之中。当未来符合请领的资格时，就可以向劳保局领取这笔退休金。在此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每个劳工在专户里的退休金来源大概就是雇主提缴、劳工自提以及劳退基金的收益分配，所以跟劳保大家都把钱丢到同一个大水库的概念不同。理论上呢，劳退不会有破产的情况，但是因为专户中的钱与工作时的薪资、年资有关，所以可以领到的金额还是要看个人的条件而定。劳退新制的请领年龄目前是固定年满60岁的时候可以请领，如果请领时累积工作年资未满15年的话，那就只能选择一次请领。工作年资满15年以上的话，则多了一个按月请领的选项。但是如果因为个人的需求要一次请领，其实也是可以的。由于劳退新制牵涉到的因素很多，除了工作年资以及任职期间的薪资之外，劳退新制基金的年化报酬率、个人的薪资成长情形也都会有影响。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透过劳动部建立的个人退休金试算表来计算看看。以劳动部分享给大家的案例来看如果薪资水准不低，又持续在工作，同时又搭配自提的话，退休的时候应该都有蛮可观的劳退金是可以请领的。当然是否要选择自提，这个又牵涉到个人税务以及投资决策的考量，相信各方都有着不同的论点，大家就依照自己的条件仔细思考以及分析看看吧。最后也补充一下，劳退新制的退休金在请领后是按季发放，如果要查询自己目前个人专户的金额，其实可以透过劳保局建制的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查到相关的资讯了。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也可以携带证件直接到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洽询虽然劳退新制看起来有不少好处，但是与劳保老年给付的其中一个差异呢，就是即便选择按月请领劳退金，一旦自己专户内的钱领完之后没有办法再请领了，如果退休之后很长寿而且超过平均余命的话，是有可能会在超高龄的时候遇到经济断炊的隐忧。以目前的平均余命来看，可能活到84岁以上就会有这样子的风险了。这个时候可以领到老死的劳保老年给付呢，就派上用场了。但是也因为这个特点我们也才会时不时的来讨论劳保基金是否会有破产的担忧。大家出来工作每个月发薪的时候都应该有被扣了一笔几百块到1000多块的劳保费自付额吧。其实一般受雇劳工的劳保费负担比例是劳工自付 20%， 雇主负担 70%， 剩下的 10% 呢则是由政府补贴。而大家缴的这些保费都会入到劳工保险基金之中，当被保险人也就是劳工有特定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保险给付。其中最为重要的呢就是老年给付了。大家听得出来跟劳退新制的差异了吗？前面有提过，劳退新制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户，虽然政府还是会统一运用成为一笔基金来进行投资，可是因为设有保证收益的机制，万一真的有亏损的时候，也会由国库来补足，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领到的钱不会因为他人领取的多寡而受到影响。可是劳保基金就不同了，因为大家都是缴纳到同一笔基金之中，所以劳工的人数会影响到收缴的费用，退休的人数呢又会影响到支出的情况。因此在劳动力慢慢减少的情况之下，劳保才会有常年入不敷出的情况。2025年底有针对劳保条例进行修法，让政府每年拨补经费到劳保基金之中有明确的依据，也明定政府需要负最后的支付责任。我觉得劳保的财务状况真的是需要迫切讨论的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认真讨论这个议题，恐怕要收集更多的资料，并且花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这支影片我们就还是聚焦在老年给付的请领资格以及退休金的计算方式上吧。老年给付可以分为按月请领的年金以及请领一次金。如果是在民国98年1月1日以前就有劳保年资的话，还可以选择一次请领老年给付。不过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混乱这边所说的请领一次金跟一次请领老年给付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差别就在于98年以前就有投保年资的旧制在计算退休金所采用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但是碍于篇幅的关系，我还是会着重在一般按月请领的年金以及现在的一次金来说明。
在此也想要先说个重要的资讯，如果是在98年以后才有劳保年资的工作者，在符合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劳保年资满15年以上的话，那就只能选择按月请领的老年年金。如果年资未满15年的话，则只能选择一次金。总而言之，新的劳保制度是限缩了大家的选择权利。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说，从大学甚至研究所毕业之后，持续工作到目前可以请领老年给付的65岁，累积满15年的投保年资，应该是很轻易就可以达成的吧。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实只要特别注意按月请领的老年年金是怎么计算就可以了。除非是52年以前出生的劳工，请领老年年金的年龄可能会有所不同，否则一般劳工目前都是要年满65岁才可以请领足额的老年年金。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足额呢？是因为老年年金有最长可以提前5年请领的机制，所以最早在年满60岁的时候就可以请领，但是每提前1年就会减额 4%， 最多会减额 20%。同样呢，也有展延的机制，最晚可以延后到年满70岁的时候再请领，每延后1年呢，则是加给 4%， 最高呢也是 20% 的限制。符合请领资格之后，请领老年年金的给付时，会有画面上所呈现的这2种计算方式。劳保局会从优来计算发给，也就是以金额比较高的计算方式为准。计算中公式所提到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是以加保期间最高60个月的月投保薪资的平均来计算。所以就算届龄退休前的薪资比较低，其实也不用担心，只要年轻的时候有投保过额度较高的劳保积聚，就能拉高退休金。不过因为目前劳保投保薪资的天花板常年都是45800元，所以基本上在职期间内有5年领到这样子的薪资呢，就会达到上限了。那另外一个参数就是投保的年资啦，投保年资越长，领到的退休金当然也就会随之提高了。符合退休的年龄，但是劳保年资未满15年的话，那就只能选择老年一次金的给付。同样是以前面提过的平均月投保薪资当作计算基础，再依照劳保的年资，每满1年发给1个月，但是超过60岁以后年资最高只会采计5年。如果有不足1年的年资，则会按比例来计算。不管是月领的老年给付，还是一次请领的老年给付，都可以透过劳保局官方网站的页面来进行试算。只要把出生年份、预计请领的年龄、月投保薪资以及年资等等的参数输入之后，就可以计算了。如果已经到了届龄退休，其实也可以干脆透过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就自己的条件来进行试算，或者就干脆到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来查询吧。在此也提醒一下，前面提到的各种计算方式呢，都是现行的规定。可是毕竟劳保还是存在庞大赤字的风险，未来是否真的会有年改的情况也说不定。如果真的有改革，势必就会延后退休年龄，提高保费的费率，或是拉长平均投保薪资的计算期间。像是106年年改会的报告就有提过，可能会渐进的拉长最多180个月的平均计算。总而言之，届龄退休的观众们，请务必要持续关注这个年改的议题了。其实要一直从毕业后不间断工作到退休，在现今社会下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因为职业规划、家庭因素或是有各种的考量，出现工作的空窗期是很正常的情况。而当在这个空窗期内没有参加劳保、公保或是军保等等的社会保险时，就会自动被纳入了国民年金的保障之中。国民年金制度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单独分享的议题。但是在此呢，我们还是先聚焦在它的老年年金给付上吧。国民年金的纳保资格是年满25岁，但是未满65岁，而且没有刚刚提到的那些社会保险的身份者，就会自动加入。只要曾经有过国民年金的投保年资，年满65岁的时候，就可以请领国民年金中的老年年金给付，跟劳保有一点类似会依照画面上呈现的2种公式来计算，并且会取比较高的计算方式为主。但是要特别注意，计算方式中比较有利的 A 式，在特定情况之下就不能选择，其中又以同时请领劳保老年给付或是积欠保费是最常见的情况。而国民年金又有10年补缴的期限，换句话说，欠费超过10年的保险费就没有办法补缴，也就不能再选择比较有利的 A 式来计算，对于给付的权益真的是会有蛮大的影响。国民年金制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对于同时具有劳保以及国保年资的民众，可以依法进行年资并计，在年满65岁的时候就可以分别请领2边的年金。
我们来看看劳动部新闻稿中的举例吧。假设某个劳工的劳保年资有10年，平均月投保薪资则是3万元。退出劳保后，参加国民年金到65岁，这个时候国保的年资有12年，与原来10年的劳保年资并计之后，就有达到国保与劳保年资合计满15年的这个条件。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分别请领国保以及劳保的老年年金，每个月呢一共可以领取到8400多块的退休金。因为选择并领的话，国民年金就只能以 B 式来计算了。理论上加计劳保给付之后，金额应该还是会比较高的。可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请领之前多透过劳保局的网站试算看看，到底要怎么样请领会是比较适当的。到此就分享完4种退休金的计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真的有点复杂呀？其实现在透过 AI 的计算也更快了，如果把自己的各项条件都说明清楚，也可以试着参考 AI 的说明，然后再透过其他的方式进一步验证是否正确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